论及对始源全能的理解，我还需要时间。目前这种仿佛能斩断任何事物的感觉，应该也只是始源全能的额外馈赠而已。可惜，暂时没能得到更多有关中焉之律者和简的信息。没关系，这也在博士们的预期之中。我们先将目光移回到现状上吧。亚一，你刚才提到的那股力量，如果它不是始源的全能，那布朗尼亚认为，它很可能和学院长口中的异象有所关联。异象？让我们先说另一项结论吧。中焉之茧，或许就隐藏在人类梦境集合体的最深处。也就是说，夺回地球的行动，其实最终还是会和超越中焉的行动耦合在一起吗？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吧。一方面，从最近的行动结果来看，让身处梦境的人们随地球空间一同回归现实，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。而另一方面，即使解析了大家从月球带回的样品，千界异城却还是无法定位所谓中焉之茧的位置。这只能说明，有某种我们无法穿透的障壁，将它隐藏了起来。从目前的情报来看，这种级别的障壁，除了那个梦境集合体，也没有其他选项了。好在情况虽然严峻，我们却也还拥有一些转圜的余地。只是，现在的问题在于，在此之前，我们必须向你确认一件事。德丽莎主教，你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即使每个普通人都要付出一定代价，也要将世界恢复原状，对吗？怎么了？我还以为这已经是天命与逆商，甚至与世界蛇的部分成员都能达成的共识了。你说的没错，约阿西姆，我们直接说接下来的正题吧。从原理上说，造成之前所说的那些现象的原因并不复杂。如果把人类所有的梦都集中在一起，你就会得到一个名为精神的亚当的巨人。这是世界蛇对于梦境集合体的描述。精神的亚当将人类的梦境连接在了一起，使他们能够共享彼此的圣恒空间。共享圣恒空间？从结果上看，他们的圣恒空间互相干涉，填补了彼此之间的信息空白，就像与世隔绝的桑提内尔人无法理解现代社会的生活。仅凭交流和想象，人类无法对从未踏足的世界产生具体的认知。然而圣痕所记录的却不仅仅是语言、画面那样简单的概念，借由共享圣痕空间而不断延伸的是无数个近乎于真实的梦境世界。而那些梦，恰好通过人与人的差异，映射了他们追求的未来、潜在的理想。哼，还真是一个乌托邦呢。总而言之，梦境的主人会在潜意识中抗拒自己原本要面对的现实，用之前的手段难以解放他们，就是因为这样简单的原因。我们在纵深方向前进越远，对空间的影响力也就越弱，也就越难以对抗这种潜意识的拒绝，就好像大家小时候都害怕打针一样。所以，做梦的人之所以不能离开梦境，是因为他们不愿。对，说到底，梦不过是生物与自己的潜意识进行直接沟通的方式。既然如此，它就难免被做梦者的情感与好恶所左右。从技术上说，这个梦境集合体就像黑洞一样，成为了一种奇异点。即使我们将虚数化的地球重整为现实，对它而言也影响甚微。其实说了这么多，最气人的还是，在我们想方设法解放他们的时候，这群家伙还在虚数空间里悠哉悠哉地做着春秋大梦，真是让人血压飙升。趋利避害是人类作为生物的本能，那些受害者根本无法意识到自己身在梦中，又谈何从梦中醒来呢？哼，
谁知道呢？他们真该庆幸自己还能躲在梦里，否则我就要用特斯拉10562敲开他们的脑门，让他们好好清醒清醒。这么说，我们之前的种种努力，其实还停留在白费力气的阶段吗？很遗憾，回答正确。梦境集合体，或者说什么精神的亚当，它就是一个会不断自我强化的信息茧房。就算把凯文拉过来打一顿，那也无济于事。当然，把凯文拉过来打一顿，也只是他说说而已。哼，要你多嘴。总之，局面对我们相当不利啊。那么，大家刚才提到的应对方法又是指什么？似乎代价很高的样子。约阿西姆，你来讲吧。也好，就如刚才所说，精神的亚当因人们不愿醒来的愿望而变得牢不可破。那么，只要定位到那些最为稳定的梦境，逐一击破，在这之后，剩余的梦境就会因体系不稳而随之逐渐解体。击破？我们可以利用能量武器轰击他们，用武力手段对这些顽固分子来个定点清除。只是，难道那些被清除梦境的人，他们会怎么样？恐怕至少会遭受心灵上的一记重击。精神的亚当所承载的，并不是通常意义的梦，而是人类探寻美好的意志。一旦用外力摧毁了这些记忆、感情、梦想，乃至于渴望这种情绪本身，都会随着梦境一同粉碎。对梦境的主人来说，这不次于精神世界的一场海啸。至于回归现实之后他们会遭遇什么，哪怕比较乐观的去考虑，恐怕也相当于抑郁症病人的状况。毕竟对于人类而言，失去了渴望的能力，其实也就失去了一切。也就是说，对他个人而言，甚至连人生本身都会失去意义。是的，选择正面与人类的潜意识集合对抗，就注定会有许多无辜的普通人面临牺牲。德丽莎，这就是我们做出这个决定所必须承受的代价。气死我了！虽然这些人本身也的确可恶，但如果就这样去决定他们的命运，我们和世界蛇又能有多大的区别？是啊，这就是之前这个方案被搁置的原因。即使是真正的神明，他也无权去决定某个人的人生，这是逆生一直坚守的信念。然而现在，这种蛮不讲理的做法，却似乎是我们面前的唯一出路。原本夺回地球的行动已经没有意义，而定位中烟质检的方式也已经陷入瓶颈。留给我们思考其他方案的时间，其实不多了。混蛋！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站在我的立场上，你们无法得到更好的答案。这根本就是凯文对我们的嘲笑吧？我倒是很想把那群不争气的废物教训一顿，巴不得给他们吃点苦头。但难道我们就真要破罐子破摔，被这种没心没肺的圣痕计划牵着鼻子走吗？与其说是嘲笑，这更像是一种诘问。如果注定要为人类、为文明舍弃一些东西，凯文他希望我们得出怎样的回答？是啊，他早已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圣痕计划
就是他的答案。他或许并不期待什么回答，而这也不是专程给予我们的考验，但我们还是必须给出答案。对了，那个时候，也许暴力并不是突破梦境集合体的唯一方法。毕竟在被圣痕计划俘获的时候，尽管事出偶然，但我确实意识到了自己身在梦中。这样看来，所谓精神的亚当，他并非牢不可破。通过再次搅动圣痕计划的主网，借机潜入精神的亚当内部，逐一破解封闭的梦境，催化出足以使梦境解体的链式反应。而在梦境产生松动的期间，推进正常空间的锚定进度，令这部分人群回归现实，同时在此过程中尝试定位中烟之茧的坐标。如果第一步能够顺利，那么后续的行动理论上都没有问题。这样一来，眼下就只有一个主要问题：要怎样从内部破解梦境？在圣痕空间中，我因为意识到了自己正在做梦，从而产生了突破梦境的契机。既然梦境的坚固性源于对现实的排斥，那么只要让梦境的主人以某种形式接受现实，那些牢固的梦也就可以产生松动了吧。你要知道，至少对于一部分人来说，梦境的吸引力要远远超过现实。德丽莎，你这个想法说不定真的可行。你想，正是因为对这部分人来说，梦境的吸引力要远远超过现实，那么只要我们帮助他在圣痕计划之外创造自己的梦想，那么对圣痕计划的那个梦境集合体来说，现实和梦境的关系不就刚好倒转了吗？抱歉，我好像有点跟不上你的思维。为什么像这样做，梦境和现实就会倒转？哎呀，你这样想，这些人其实是因为有自己渴求的东西，所以才会贪恋梦境吧。那如果我们让他意识到眼前的梦境无法满足自己的渴望，那他就一定会产生开辟新世界这样的愿望。而一旦产生了这个想法，那么原本令他乐不思蜀的梦境集合体，就反而成为了一种非常现实的桎梏。这样一来，作为个人，他不就否定了梦境集合体本身吗？也就是说，引导他产生我要自己创造什么这样的想法，那么他和精神的亚当就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了敌对关系。这应该远比敌对要温和，但毫无疑问属于某种不合作的方式。是的，真正的创造一定是对集体潜意识的逆反，这值得一试。只是向这个方向的尝试，恐怕也是一种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行为。也对，如果这种做法有效，那么方案本身的随机性一定会将结果导向一个我们无法控制的局面。如果运气不好，机缘巧合下诞生了一个防御力更强的精神亚当2号，那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不是更值得一试了吗？西窝头，你……我并不是在主张冒险，就像我们之前讨论的那样，轰碎梦境的战术看似稳妥，但是它需要大量的火力支持，过程中的风险同样难以预料，包括凯文直接插手干预的可能。所以从技术层面来说，我们其实很难判断这两种计划孰优孰劣。可既然如此，为什么我们不选择一个更加符合人类风格的方案呢？或者说，一旦第一步的操作成功，那么接下来其实就是一个验证人类是否值得拯救的过程。特斯拉博士，你之前的愤怒其实不无道理。如果人类只是不断地被单方面拯救，那么我们和一群被豢养的仓鼠似乎也毫无区别，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，没有改变世界的意志。这样的人类似乎不拯救也罢。好吧，我早该意识到，你这鸡窝头在骨子里就是个狠人。不，
我只是比你更相信人类的底色与可能性。我相信人类值得拯救，否则一次又一次，提安娜他们又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世界终究能变得更美好呢？甚至，如果不是这样，那么由圣痕计划所构成的梦境集合体，又怎么可能为大家制造出那么多的美梦呢？我赞成爱因斯坦的说法，尽管我说他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但只要我们还相信人类的美好，这就的确是一种更值得尝试的做法。既然与圣痕计划的对抗是一场人类的自我与抽象的战斗，那么这场决定了全体人类命运的战役，理应由全体人类共同打响。没想到我的一个不够严谨的想法，竟然会引发这么多的讨论。不过，既然现在所有人都认同这个方案，就这样决定吧。我们相信自己的同胞不会让我们失望。看来之后就是决定进入梦境的具体人选的环节了。理论上，我们参与的人数越多越好。不过万事开头难，总得有第一个人去做吃螃蟹的事情。这个人既要对圣痕空间有足够的耐受力，不会在梦境中迷失，还要在梦境中拥有使人信服的谈话技巧。这样的人选，你们的面前不是就有一个吗？是指你自己吗？可幽兰戴尔他们夺取下来的现实世界，不是还要锚定在你自己身上吗？这个嘛，我相信齐格飞也可以胜任这项工作。一直在值班组等待接应，他早就攒了一肚子牢骚了。至于其他作战方面的统筹，我也相信丽塔、长光、琥珀他们一定可以做出正确的决断。但精神的亚当内部毕竟还是一片未知的区域。哦，对了，提示奴的能力，确实，这样看来，在所有的作战人员中，没有谁比你更加适合这项工作。那的确是一把杀手锏了。不过，比起这些客观上的理由，你们是不是忘记了一件事？虽然没怎么给人上过课，但我好歹也是圣弗雷雅的学员长呀。